屏幕前的观众老友们，你们好啊！今天给大家试玩一下这款我最近玩的非常上头的游戏《归龙巢》。这款游戏走在了一个非常小众的二次元手游赛道上，横版卷轴动作 RPG 游戏。所谓横版卷轴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古早的玩法，古早到超级马里奥兄弟、魂斗罗这种上世纪的古董就是横版卷轴的玩法。没有错，归龙巢就是那么大胆，不走寻常路，走了这一条非常新颖的赛道。但是如果仅仅只是靠这些，这款游戏是不会对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的。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的类银河恶魔城的玩法。这对于从小到大就是恶魔城死忠粉的我来说，简直就是无法抗拒的绝杀。我的童年几乎把所有恶魔城系列都玩了个遍。不管是早期 FC 上的经典恶魔城系列，还是中期 GBA 上的经典三部曲小月、白夜、月轮，以及公认的神作月下夜想曲等，都给当年中二时期的我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所以直到现在，为了重温这种快乐，我也会找无数类银河恶魔城的游戏进行游玩，空洞骑士、艾希、雪屋等等，我都给他们挨个玩了个遍。所以这一次的归龙巢又一次让我在手机上找回了童年在恶魔城里奋勇杀敌的感觉。你看这个地图，还有这个回血加存档点，以及城内随处可见的宝箱、钩索大跳系统，还有机关解密系统，以及 BOSS 战关卡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恶魔城，简直就是把我的童年端到了我的眼前。当然，如果这一款游戏仅仅只是像恶魔城，那肯定对我来说还是不够有吸引力。除了横版卷轴的玩法以外，游戏还内置了很多跑酷关卡，比方说这一段大怪鸟 BOSS 追逐战，非常的惊心动魄。我在这里给大家放一段实机展示。BOSS 会不断的尝试破坏玩家可以站立的平台，紧张感和氛围感都是拉满的。虽然它只是一个横版卷轴游戏，但是呢，由于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嘛，3D 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所以3D 的场景做的也非常不错，玩家和场景要素之间的互动呢，做的也很令人惊喜。左边、右边，再来右边 ，OK， 我们应该要追上 BOSS 了吧？还要追多久啊？这个是。哎呦，吓死我了！我们现在应该要继续往右边跑，一直往右边跑就完事儿了。它应该要慢慢的破坏左边我们可以站立的平台，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是挺刺激的啊！加上这场景的互动，还有氛围做的也很不错，中式妖怪的氛围，所以玩起来呢还是非常爽的。Q。再按一下 Q，nice。好的哦，看到存档点了，这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跑酷场景的展示啦。不过和恶魔城不同的是，恶魔城一般是靠武器和装备进行碾压，而归龙巢这一款游戏呢，加入了一些动作操作的元素。在怪快要打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得按下右键进行闪避。闪避成功的话，会进入类似于子弹时间的高爆发输出结界。虽然是卷轴游戏，对玩家的操作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并且每个敌人的头上还有盾条，打破盾条的话，可以切换队友擅长打出高额爆发的出场技。所以在队伍搭配方面，每个队伍里面塞入一个破盾角色几乎是必要的。然后再来一个输出角色加支援角色，整体队伍就可以成型，打出非常华丽的团队伤害。同时，3人1组的配对也是这个游戏深有考究的点。目前个人的配对是主角铜，加上新手持保底送的金卡玉影，加上送的输出角色星木。角色定位各有不同，铜的定位是击破，一般前台战场最久的角色也是他，用铜快速把敌人的盾条打破，然后用出场技直接召唤出玉影，给敌人施加收割标记的效果。
被施加上御影收割标记的敌人呢，期间可以记录全队给他造成的伤害，然后10秒后直接一次性打出所有记录伤害。大家可以类比为阴阳师里的空相面临器，或者星铁里的卡夫卡，是一个 DOT 手。如果能量足够的话，御影还可以释放大招出来牵引场上的所有敌人，巨怪 DOT 样样精通。最后再切出星木进行成吨输出，星木可以靠卖血来提升自己的暴击率，是游戏前期的保姆型输出角色。而且星木呢是白送给我们玩家的，用起来就完事儿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实战里的思路，我们先用破盾角色进行战场。哇，我这接的真准啊！没有关系啊，先用破盾角色战场，把对面的盾破完之后，切出另外2个角色释放出场技，然后呢有大就放。好的，然后切出主要输出角色，在对面被破盾的虚弱状态下进行嘎嘎输出就完事了啊！这就是归龙巢这一个游戏的配对还有实战思路啦。目前个人呢是没有遇到任何卡关的情况啊，后续如果遇到卡关的情况的话，我把御影或者星木给它换成奶妈白鹿，应该就不会卡关啦。接下来有一点不得不提，这个游戏的美术可以说是做的相当漂亮了，主角都非常的好看啊，特别是这个御影，这个御影性感大姐姐的样子实在是，你懂的啊。然后呢，我们再往后看看，这个光也是非常的可爱，而且光呢也是我们第一个可以遇到的角色啊。接下来男角色呢也是非常帅的，我把每个角色都给大家看一下吧。领、醉生、雨冰、竹、陈潇、禅禅、斋西、瑶瑶、颜玉。目前呢，所有角色就是这么多，但是每一个角色我都觉得相当之好看。角色还会拥有自己的专属皮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御影的专属皮肤，变得更辣了。然后这个是小光的专属皮肤，也是非常的可爱的。然后到后面呢，我们还可以解锁染色系统，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你可以随心搭配，哇，这个荧光绿好非主流啊！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随心搭配自己的角色的颜色，非常的自由度高。不过喜欢归喜欢，我这里还是要鸡蛋里挑骨头说一点啊，那就是这个游戏的 Live 2D 呢，它做的非常好，非常的灵动。但是呢，反馈到了建模上，建模可能就会稍微显得僵硬一点，不知道官方后面会不会对它进行优化。不过呢，瑕不掩瑜，整体看下来，不管是角色也好，还是地图场景也好，呈现出的都是一种中式妖怪风的感觉，绝美。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啊，我们每个角色呢，它都是一个主播，它都有自己的直播间啊。那点进竹的直播间，我们可以看见竹在打坐，然后旁边呢，竹的粉丝在跟他聊天，这些都是真实的游戏玩家啊。然后我们再点开御影的直播间，可以看见御影大姐姐在展示身材，旁边很多玩家对着姐姐发癫啊，什么姐姐攻我啊，姐姐你皮肤好好看啊什么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看见某些人在摸鱼啊，比方说小光的直播间在摸鱼，然后呢还是有认真直播的人的，比方说白鹿就真的在展示自己的才艺。总而言之啊，我们还可以给自己喜欢的主播进行打榜啊什么的。不过这个后面会不会引起角色厨们的战争啊？这个好像也是有可能性的啊，我们后面再观察一下。同时，归龙巢里还内置了挺多的小游戏的，比方说你可以在大世界里和其他玩家一起打川麻。反正体验下来呢，归龙巢这个游戏给我感觉印象还不错，美术也好看，然后呢也是我喜欢的银河恶魔城市的玩法。
后续呢，我会继续再探再报，看一下《归龙巢》这个游戏究竟好不好玩。那本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做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